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具体的展示一下如何为 Mac Pro 更新 CPU 以及内存等主要零部件。我们的 CPU 呢，选择的是 X5690，这个是6核12线程，共2块。内存呢，选用的是三星的 G2 1333 8G 单条，需要8个内存，一共64G。主要涉及到处理器托盘、塔式散热器以及处理器主板。首先，我们需要螺丝刀，从塔式散热器的顶部呢，分别的把固定螺丝松开。塔式散热器的顶部呢，我进行了一定的标注，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必要，主要是弄清楚它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免弄混。轻柔的以对角线方式松开它固定的螺栓。螺栓是3毫米直径的内6方螺丝刀来固定的。至此，主板呢就已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开始松主板上的固定螺丝，与托盘连接的大概是9条。一定要把螺丝呢提前呢在放螺丝的容器里头做好区分，以免将来呢安装的时候弄混，导致一些故障的出现。提前做好分类和准备呢，为了使将来的安装呢更加顺畅顺利，依次的把它拧下来。好了，轻轻的拿起主板的边缘，尽量不要用手呢直接触摸板子上的芯片等等电子器件。先检查螺丝有没有遗漏啊，没有松开呀，或者没有拿掉呀。8个内存，2个 CPU， 包括北桥芯片的散热片。看一下后面，后面是2个金属底座，以及密密麻麻的线路板的焊点，还有一些小的贴片元件。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内存的安装以及 CPU 的安装的过程。首先呢，需要准备酒精、透纸棉球。先松开这个压杆，然后呢把 CPU 放进去以后呢，根据 CPU 的正确的方向放好以后，把它轻轻的压紧。CPU 上有2个固定位置显示的卡槽，一定要放准，千万不能弄错。如果弄错的话，很容易把底部的金属纸的这些金针压弯。如果这样的话，基本上这块板子就报废了，一定要多加小心。CPU 的触点面呢，最好是用无水酒精和透纸棉棒
把它清洗或者擦上几遍，使上面的氧化层呢去除掉一些。我是用的镊子，用这个棉棒把上面的触点上的氧化层去除。切记不能用手摸，因为手上有汗渍，对电路板呢有一定的腐蚀以及氧化的作用。这边也擦一下，便于一会儿上硅脂的时候呢，附着力能不受影响。好，我们现在根据它的定位卡槽，轻轻地把它放进卡座里头，压上上面的盖板，压上固定手柄，一定检查前面是否固定手柄，把它压紧，手仍然不要动或者不要触摸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接下来是内存，内存同样是金手指部分的，用这个无水酒精在棉棒把它清理一遍，每一个内存都需要这样处理。然后呢，根据内存的方向，双手按压把它归位。如果你的内存呢是基本上一个批次或者是一个型号，这样呢按顺序呢插到每个插槽上即可。假如说你的内存是好几种型号，你就必须按照它的对应的顺序编号来安排安装，因为它要组成3通道，一个通道的内存呢尽量要用一个型号或者是一个批次，这样能保证系统的兼容性更好一些。电子元器件最怕的是静电，在操作的过程中，人呢基本上不要离开这个位置，尽量不要走动，可以说是基本上避免或者拒绝走动，都能防止静电的产生。在搬动主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细微之处有时候发现有一些附着物的话，用无水酒精可以擦拭一下。另外在擦金手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是，别把棉花上面的纤维挂在金手指上，这样你的一不小心压入卡槽之内的时候呢，它会影响接触面，影响到你金手指与插槽内金属触点之间的连接，这种低级失误呢尽量就避免。棉棒如果擦脏的话，就把它丢弃，用一个新的。好，翻过来咱们看一下背面。利用无水酒精棉棒，把背面的一些金属部分呢，轻轻的擦拭一下。下一次打开的时候不定是什么时候了，所以的话，尽量的把这个清洁呢搞一下。仔细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的地方。
接下来呢，开始拆北桥芯片的散热片。它呢是有2个卡子卡在2个固定销孔的位置上。首先仔细看清楚它的具体位置，用一定的方法把它的2个固定尼龙条呢从槽内取出来，这样的话轻轻的一扶它就起来了。然后把连接线解除连接状态，这样就看到北桥芯片的真容以及上面的原始硅脂。我们需要把原始的北桥芯片的硅脂以及 CPU 背板上的一些呢附着物清除一下。还是一个办法，就是用无水酒精再加上脱脂面棒，逐步的把它擦拭干净。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周围有很多贴片元件，千万别因为用力过猛把贴片元件呢损坏或者是碰掉。接下来把散热片背面的残留的导热硅脂清除一下，同样用溶剂，比如说洗板水或者是无水酒精，稍微用点力把它擦除，确保上面无残留，以免呢将来更新导热硅脂以后会影响与芯片的接触面连接之间的效率。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托盘，托盘材质呢是非常精致的铝合金，仔细观察一下它的状况，包括它的螺钉的预埋孔，然后呢把装好的主板轻柔的放上去，对应每一个螺丝孔定位。换一把螺丝刀，以适应呢这种螺丝的状况，免得呢用力过猛导致螺丝滑扣。如果在这么精密的电路主板上头导致螺丝滑扣呢，后果不堪设想。手不要抖，螺丝要稳，不能滑扣，并且以对角线的形式或者是平稳的步进方式，逐渐的把每一个螺丝呢先带上几扣，但是不要拧紧。去拧紧螺丝的方式呢，一般情况是在全部都固定好以后呢，最后进行，而且呢依照的是对角线的方式，这样呢导致整个平面呢不至于扭曲变形，引发其他莫名其妙的故障。用带磁性的螺丝刀呢比较方便一些，可以顺利的把每一个螺丝呢轻松的吸附起来。对看不清的地方呢，要用一把手电或者有强光来照清楚它的具体情况。每个电路板螺丝的周围会有很多微小的贴片元件，如果你一个不小心，会容易把贴片元件呢用螺丝刀的尖锐的刀头破坏掉，这是必须避免的。
在这里呢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就是塔式散热器装完以后呢，再装主板到托架上是无法实施的，因为有3、4个是在塔式散热器的底部，所以呢此次安装呢失败，需要把所有的螺丝呢重新松下来，重新开始先装底部的螺丝固定到托盘上，然后再安装塔式散热器。这也是在拆装电子元器件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的状况，也不足为奇。当然了，也不能懊恼，也不能急躁，重新来过即可。怎么装上去的就怎么拆下来，啥都不是事儿，只不过浪费一点点时间而已。在下手之前呢，一定要用好的光线照亮你的工作面，要细一些，轻柔的去处理每一步骤。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出错，不至于因为螺丝刀打滑导致元器件的损坏。我们下一期呢，来讲解或者展示具体的安装完成的过程。好，朋友们，咱们下期见。